This is the Orishnik missile, a state-of-the-art weapon system launched from a massive 12 by 12 truck platform. It has been meticulously engineered with multiple stages, enabling it to reach orbit in a few minutes. 俄罗斯开始向西部署高超音速远程弹道导弹，什么概念呢？欧洲三强英法德三国首都进入了10分钟射程之内。欧洲这次该醒了吧？醒了你就要雄起啊！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大卫观点，开始今天的国际纵览5件要闻。第一件事儿，普京在17号的发表讲话，彻底打醒了欧洲。他提到，第一，俄罗斯要加强核力量，96%的核武器完成了翻新。第二，他提到，如果乌克兰不屈服，他们只能用武力，而且要继续收复历史领土。这什么概念？原来的苏联一共是15个加盟共和国，剩下的14个它都可能要收复。你说怎么可能乌东4州就满足了他的胃口呢？因为在普京看来，白宫的主人我都搞定了，你欧洲那点战斗力啊，我就要跟你干。所以现在欧洲面临的选择就是是否要团结起来跟人家硬干。我相信啊，在 GDP 17:1的情况下，军队的投入3:1的情况下，只要团结，胜利它一定是欧洲的。在这儿呢，他提到一个历史领土的问题。我想啊，即使是说那14个国家，包括现在的波罗的海3国啊，都让他给收复了，都讲俄语了，都在这俄罗斯3色旗之下，他还不满足，他可能还需要原来华沙条约公约国，咱们还一起再来一把，跟北约对着干。所以啊，普京只要他活着，他继续西进统一欧洲的野心是不会停下来的。第二件事，我们说说欧洲最近啊为什么这么憋气？除了这俄罗斯的张狂之外，另外一件事，川普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烦恼。因为川普最近任命了一些新的大使，把那些职业外交官啊换了。那这些人是什么人呢？一部分是他的密友，一部分是他的生意圈子，还有一部分啊干脆就是他的捐款者。也许原来是开餐馆的，开连锁餐厅的，开拳击比赛的，现在都给了一个头衔叫做驻外大使。那这些人来了以后啊，欧洲人啊明显觉得不适应，是这些人不像外交官，他简直就是 MAGA 的信徒。这些人要是来传教来了，他们一张口就是欧洲现在的文明面临消亡，移民啊可能要替换你们，现在你们的路走错了，我们来是给你们做纠正的。这个文章来自于英国卫报，其中前法国的驻美大使啊，他既然卸任了，说话就无所顾忌。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讲的。法国前驻美大使热拉尔阿罗说，这些提名荒唐可笑，完全是对人类尊严、习俗和法律的蔑视，只有一时兴起才重要。所以说欧洲人啊，你不光要面对俄罗斯的西进，更要面临美国盟友的背叛。现在啊，川普要输出革命了，他输出的那不就是右翼那一套吗？第三件事，今天司法部终于公布了爱泼斯坦的名单，但是和人们的期待啊相去甚远。因为按照国会通过的法律，必须全部公布。你可以把受害者的名字涂黑，但问题是刚刚公布的这些啊，连冰山一角都达不到。大多数啊都是涂黑了80%的文件，你只能看到个别的描述，描述的是谁啊？不知道。这议员们肯定是不答应啊，
现在舒默提出来，下一周要让司法部长邦迪到议会进行听证，为什么违反法律，保留了大部分。然后呢，司法部的一位副部长说，我们要在接下来的几个月，甚至是年底，他说的年底是2026年底，再公布其他的部分。这些议员啊，他们都不是傻子，所以说接下来啊，可能就要对这件事儿进行调查，到底是谁不让公布，谁涂黑的。我看了一下 NBC 报道，实际上原来负责涂黑这些资料的是司法部下属的 FBI， 但是啊，出岔子了。FBI 有一个负责任的副局长叫做邦吉诺，他原来是 MAGA 的干将，现在啊，他萌生了退役，已经明确对外宣布要辞职了，还回去当他的网红主持人。我们来分析一下原因是什么。原来他是特勤局的管理干部，后来呢自己做媒体，疯狂的支持川普的 MAGA 运动，所以 MAGA 上台以后，他也得到了一个联邦调查局副局长的高位，也算是平步青云了嘛。但是这差事啊不好干。当他发现他上任以后的首要任务不是履行职责，调查犯罪，保护美国民众的安全，而是他要带着手下1000多人在海湖庄园涂黑爱泼斯坦名单。那你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滑路啊，让他的价值观直接崩溃了。他宁可不干啊，因为这笔账非常简单，涂黑这些资料是明显违反法律，接下来啊有可能是追究的，因为你从联邦调查局到下边都不愿意干，你为什么要干呢？那一定是行政命令下来了，这命令谁签字？正副局长都得签字，这个字只要是一签，那就留党了。老川下去以后，这些未来就是上法庭的证据，你赖都赖不掉。为了3、4年的副局长的职位，赔上10几年的牢狱之灾，你觉得这值吗？我相信啊，他琢磨清楚了。好，另外 CNN 也报道一个消息，既然说 FBI 不愿意干这活，司法部啊就交给了国家安全司负责来涂黑名单，这些司里的员工也不愿意干，所以他们向媒体进行披露说，我们这几百个律师啊本来就没干过这种事儿，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国家安全的案子，这件事跟国家安全一点边就不搭，那纯粹属于什么性骚扰的事儿，所以啊他们也怨声载道。但我感觉呢，这也许是一个好事儿，因为这个名单这些照片知道的人越多，经手的人越多，有一天爆出真相的可能性那不更大吗？咱们持续关注吧。好，我们说第4件事是 MAGA 出现了内部的裂痕，老川可能有点罩不住了。这才过去了10个月的时间，明显 MAGA 内部就还有很多人不再听老川的招呼了。举2个例子，一个是查理·科克的遗孀，他们昨天明确提出支持万斯成为2028年共和党总统参选人。什么原因呢？按照常识你现任总统才最有资格发表讲话，接下来谁上谁能顶替我。但你问题是老川说了也不算他没表态的情况下，其他人先把万斯顶上去了。他们也考虑清楚了，即使你川普背书，那又怎么样？前几次的那个中期选举，前几次的地方选举，你支持的人不也落败了吗？所以说川普的背书效率正在打折。第2件事那就是老川现在正在忙着把自己的名字留在美国历史上，他的方法非常简单粗暴。在前段时间，他把美国的和平研究所给关了，不好，研究什么呀？
后来呢又开了，大家知道原因了，因为这个名字改成了川普和平研究所。哎，你只要加上川普，你就能够重新开业。昨天他干了一件事呢，就是把肯尼迪中心啊改成了叫肯尼迪川普中心，他的名字要和肯尼迪并列。而且呢，他们说已经完成了董事会的决议，但是明显有很多董事就提出来，我们参加这董事会的时候电话被静音了，我们想投否决票没有发生，这不就是掩耳盗铃吗？我在想美国的内政部长曾经提出来一个提案，说要把总统山那4位总统太少，我们的川总统功绩太大，要把老川的头像加上去，要变成第5个。我想老川对这件事儿他一定心理上是暗暗高兴的，那就看这件事儿能不能走得长了。既然说你老川总想着干自己事儿，MAGA当然也在考虑自己的中期选举了。所以说在前天吧，有4个共和党的议员违背川普的指示，他们和民主党一起推动这个医保的延期。这众议长约翰逊一看形势不对，拦不住了，干脆动用他的权力宣布休会，明年再来了。但我在想，你躲得过初一，你也躲不过151月份不还得强制表决吗？因为只要到了218票就已经绕过了议长的职权，必须进行表决。这件事呢，咱们持续关注。总结一句话，MAGA的分崩离析也许只是个时间问题了，也会有更多的人为了明年的中期选举而选择自己选民的利益，而不再听老川的招呼，咱们拭目以待吧。第5件事，华尔街日报的消息，高盛发布了一个让中共非常恼火的报告。他提出来2026年中国的房地产展望。他说2026年和2027年中国的房地产要跌幅达到15%到30%，这基本上就属于这个胸口斩了。那这个报告在国内是秒删，我看网易转了一下1个小时后404了，说明中共非常恼火这个报告。那高盛说的有没有道理呢？我们来分析一下。他说随着经济的恶化，大量的还贷者失去了工作，有的人是夫妻双失业，没有钱再还房贷了，只能被迫断供。断供以后，银行走的流程是收房子，银行收的房子他才不会捂手里等着涨价呢，他只能是把它当成烫手的山芋，尽快变现。有什么办法降价。这儿呢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，断供的房越来越多，到银行那儿就加速投入市场，加速降价，从15%一直降到30%。我感觉高盛说的可能还保守了，也许能到腰斩。那您觉得高盛的预测准不准呢？欢迎在留言区留言。我另外的频道大卫军情局，今天我们讲到美国史上金额最大对台军购案110亿美金，这儿是不是中美双方博弈的一个棋子儿？这个军购案会被台湾的蓝白阵营拦下来吗？即使通过了，老习的3条反制措施是什么？如果您感兴趣，请关注大卫军情局。在节目最后，我特别说明一下为什么停更了1个星期。我就是刻意停更的，因为我不想被流量绑架。说句实话，小鱼的事儿我们尽力了，目前看没有进展，咱们还是要关注现实的生活。我不想像有些人那样把小鱼的案子当成一个流浪密码，然后呢不停地提出一些耸人惊闻的传闻，这儿不是在消费小鱼吗？所以我不想被流量绑架，我就停更，
让这些愿意听谣言的人啊自动脱粉。现在留下的都是愿意听实话的朋友们，我非常珍惜。所以大卫观点咱们持续每天更新，明天见。